你敢信，摧毁一个国家的不是黑帮，也不是毒品，而是我们俗称的肥宅快乐水可乐。在墨西哥，不管男女老少都把可乐当水喝，甚至还没断奶的婴儿，奶粉里都得掺2勺可乐进去。在这儿，可乐不仅是货币，甚至还是能治病的灵丹妙药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墨西哥位于北美洲南部，与美国、危地马拉和伯利斯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196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.29亿人。可乐在我国还是诸多消遣饮料的选择之一，而在墨西哥，它却成了当地人的生活必需品。墨西哥是全世界人均可乐消费量最高的国家，没有之一。而位于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，喝起可乐来那更是猛的一批啊！在当地，不管男女老少，每人年均要喝掉超800升的可乐，算下来也就意味着一天要喝掉2.2升，这比超市里卖的超大瓶可乐还要多得多。在他们那儿呢，无论干啥去，不喝点可乐身体都没劲儿。而且他们还懂得从娃娃抓起，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有统计，墨西哥超80%的儿童在2岁之前就已经开始喝可乐了，甚至有的母亲还会在给孩子的奶粉里面掺2勺可乐进去。当地人因为太喜欢可乐了，甚至还搞了个可乐教堂，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可乐。因为喝的人太多了，就连当地黑帮不卖毒品，靠走私可乐赚钱。有些离得偏远的地方呢，可乐就成了硬通货。反正大家都在喝，那拿可乐去买点东西不过分吧？哎，你说他们喝可乐喝得这么猛，身体吃得消吗？如果问墨西哥人最离不开的是什么，那绝对是可乐。早上起来吃饭喝可乐，中午装可乐广告牌装得有点累了，哎，喝点可乐解解渴。等晚上下班回家想喝点酒，打开冰箱一看，嚯，里面全是可乐。每人日均2.2升的可乐消耗量，可不是在开玩笑的。要知道可乐这东西吧，实际上就糖水，2升里面就200克糖，偶尔喝点的没事儿。但按照他们那个喝法，那胰岛素也不是铁打的，哪怕胰岛素杀疯了，这患上糖尿病呢也是迟早的事儿。我们都知道墨西哥的贩毒和黑帮混战那是一绝呀，搞得当地治安也不咋样，每年因为这2个都会死很多人。但在糖尿病面前啊，都是小卡拉米。光是恰帕斯州一年就有近3000人死于糖尿病。而放大到全国，因为糖尿病等相关的病症，死亡人数达2.4万人。至于为啥会有这么多，一，可乐喝多了；第二，就是墨西哥人实在是太穷了，得了病也不敢去正规医院看病，反而跑去所谓的有神秘力量的诊所。实际上呢，就是巫婆开的黑诊所，噼里啪啦一顿胡编乱造，把病人整得一愣一愣的。问他们该吃些什么药啊？结果这些巫婆呢，转头就掏出了一大瓶可乐，说这就是灵丹妙药，不管啥病，喝了可乐就好。要是没好，那肯定是可乐喝的不够多。而那些患者呢，越病呢就越重，越重呢就越喝可乐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布一盖曲一吹，全村喜提吃席。等上桌了一看，呵，桌上摆的全是可乐，喝不了的喝狗一桌。既然可乐喝了危害这么大，那不喝不就行了吗？墨西哥每年因为糖尿病至少死上万人，而大部分人都是喝了太多可乐导致的。不是，那墨西哥人为啥拼了命的喝可乐呢？因为可乐解渴啊，尤其是恰帕斯州这个地方，可乐的售价甚至比水还要便宜。为啥？首先，因为墨西哥本身就缺水，水资源不足，全国呢有上千万人得不到干净卫生的水，水少就算了，关键是吧，唯的那点水氟含量还超标，喝了甚至比喝可乐死的还快。其次就是水资源全被可乐工厂占据了，就连政府都没有权利把那点水资源拿回来。可乐工厂一年就要用掉上亿升的水，光用还不行，这些工厂呢还要往外排污水，如此循环，恰帕斯州哪里还有干净的水呀？就算有，那也贵得要命。没办法，当地人不为了渴死，只好买可乐吨吨吨的喝。至于政府为啥不强行介入，把工厂站的水全拿回来，这属实是群众里有坏人呢。在2000年，本身是墨西哥可乐公司的 CEO 摇身一变变成了总统。哎呀，这位人上位呢还不忘老东家，可乐工厂的要啥给啥。要很多水，直接把珍贵的水资源卖了；要土地批了，想要全国投广告也给准了。在这位神人任职的这6年，可口可乐占领了墨西哥全国市场，你甚至能在一些偏远小镇看到可乐的身影。随着可乐的销量屡破新高，死于糖尿病的人也慢慢在创下自己的记录。哪怕当地人如今也在摆脱可乐的影响，结果呢也都无功而返。可乐早在这个国家根深蒂固，哪天墨西哥毁于可乐也不必觉得奇怪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为你发财的小手点来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